嗨，大家好，终于来到了7月7号。昨天呢，指挥中心终于通过了可以混打了，国产疫苗也可以准备运用在公费疫苗上面。那今天我们来讨论混打到底行不行。第一个，我们可以从我们的瑞典北欧开始，就发现说他们已经做了很多研究，发现 AZ 加 BNT 的效果非常好。然后到后来，最近一个比较大的临床实验是在我们的英国的Conclave 的一个研究里面发现呢。AZ 加 BNT 的效果非常好，好在哪里呢？那我们可以看这个表 ，BNT 和 BNT 本身呢，它产生的抗体量是最高的，但 AZ 和 BNT 两个加起来的细胞免疫力是最高。哦，这代表什么？也就是说，如果是 BNT 的话，可以让我们不得病；但如果是 AZ 加 BNT 的话，它可以让我们产生比较好的保护力，也就是说，比较不会得到重病或者是到重症。所以，如果 AZ 加 BNT 的话，它的好处，第一个就是它可以增加我们的细胞免疫的能力，而第二个呢，在疫苗短缺的全世界当中，可以让我们有办法选择混打的话，可以解决现在的疫苗的供应不足。也就是说，我们可能先打 AZ， 到9月来的时候，我们打 BNT， 那这样子刚好完美的结合。那第三个，当我们发现我们 AZ 加 BNT 的时候，它所产生的综合抗体，就是有用的抗体，比我们的 AZ 来的更高显示甚至高达了10倍。它本身也有可能比较能够对付我们的变种病毒。为什么呢？因为变种病毒可能会把我们可能的效价降低了80%左右。但如果我们再打 AZ 加 BNT 的话，它可以产生把 AZ 拉到更高的水准10倍。那我们再打7折，其实还是比原本来的高，比较可以让我们抵抗我们的变种病毒。AZ 加 BNT 它所看的东西，这抗体就是所谓的综合抗体，也就是说用免疫桥接的方式来看。那这个东西也就是我们在目前国产的那个高端疫苗所用的一个免疫桥接方式来证明自己不比 AZ 差。所以比如说，如果是 BNT、AZ 可以这样用的话，也可以用在我们的国产疫苗上面。好。既然有了效力过后，我们要看的是安全性目前AZ 加 BNT 的话，好像可以避开 AZ 的第2剂的血栓的问题，也可以避开第2剂会产生心肌炎的问题，就是重大事件反而比较少发生了。但它小的事情，例如我们常遇到的头痛啊、酸痛啊、发烧了，增加了3成。现在我们需要第3剂的补充剂嘛，来提高我们的抗体量。理论上呢，我们可以发现，英国有在追踪我们的自然感染的病人身上，它的本身无论从 B 细胞的浆细胞、B 细胞到我们的骨髓里面的 B 细胞，虽然我们的抗体一直慢慢减弱，到骨髓里面的 B 细胞到半年甚至1年以后都依然存在着。也就是说，它本身的细胞免疫是持续比较久的，它可以保护我们到半年到1年，可能不需要急着要打第3剂。那谁要打第3剂呢？可能是属于常接触高危险性的人啊，例如我们的边境管理的人啊、空服员啊、医生啊，我们需要它抗体高一点点，以筑起一个高的围墙。它 Delta 本身的病毒量是比我们的 Alpha 来的更高，所以也就是说，它病毒量变高，疫苗的有效性会降低。如果混打的话，有效性变高的话，比较能够可以对抗我们的 Delta 病毒。大部分混打的地方都是在我们的欧洲、英国为主跟美国国内的要求有点不太一样，因为没在骨髓混打，因为它本身是疫苗充足，它有各种疫苗充斥在整个市面上，只是他们的国民不太想打，刚好达到50%的覆盖率。为什么 BNT 要给我们年轻人打呢？因为 BNT 当初做实验的时候，一开始它就有从16岁以上的受试者，而且接下来它又把它往下调到12岁去做受试，发现12岁以上的人都可以打，所以 BNT 是目前最早可以在青少年施打的一个疫苗。接下来我们可能就要开学了，如果都可以打疫苗的话，群体保护力就更好，就不会带回家。但有些人会觉得说，青少年不是不会得病吗？或是也不会这么严重？小朋友得到新冠肺炎过后，可能当下不会有问题，发现1个月后可能得到川崎氏症状的人蛮多的，尤其我们冠状动脉的变化。所以目前还是建议，所以各国的疫苗开始会往下降。青少年又会再问说，那为什么到现在我还不能打？我们老年人的死亡率蛮高，设计的时候就是给这种免疫力有问题或是本身也有共病疾病的人来先打。纵观整个全世界，都是从高年纪慢慢往下长幼有序的，年轻人往往是最后一批。目前因为开放施打的踊跃度还不够，所以可能往下打的话会比较让大家有羊群效应，大家会想说，如果不打的话就没有疫苗打。美国没有承认 AZ 疫苗，是因为他们当初开放的紧急 EUA 就是包括了 Moderna、Pfizer、Novavax 还有 Johnson & Johnson， 4支已经够多了，所以他们就觉得够了。因为本身利益来说，他们还是保护
接下来我们还可以看到 Pfizer 也有说可能要进入第3针。目前的实验证明说，我们就是到骨髓，我们的免疫细胞可以产生的持续度可以到1年或2年，所以在目前还不急着要打第3剂可能开放给比较免疫力比较薄弱、边防防疫的人，还有空服员，甚至到医生，这种人可能才需要打到第3剂，要不然我们连第1剂都来不及打了，可能先让大家先打第1、第2剂。等有多余的时候，我们再考虑到第3剂，可能会比较合适一点。目前还是希望各国可以都打2剂就好，把剩余的剂量分发给全世界，避免产生更多的疫情或是突变种，这才是保护大家的一个方法。也谢谢捷克，然后今天送了3万剂、58万剂的 AZ 来到台湾了，期待大家可以多打1剂哦。群体免疫力之前3剂警戒要降到2级警戒，会发现所有东西都一面向好。那这个表就可以看得出来，我们完全把我们的零值控制在0.5以下，也就是说我们一个人平均传不到0.5个人，这已经是世界难得的东西。考虑到经济，我们会往下解封，但是呢，我们还是要强调我们的戴口罩、勤洗手、不群聚或少量的群聚，尽量保持1.5公尺的距离。这种 NPA 的手段的介入，可以让我们持续在2级之下从事适当的经济活动，不会让我们还没病死之前先饿死。如果你觉得马克医师的频道有用的话，请记得分享给你的好朋友，也不要忘记打开订阅铃哦。拜拜。